如今信奉道教的人有很多，但信道不等于修道，许多人只是烧香拜神，祈求世俗的福报，而真正以得道成仙为目标去修行的人却很少。当然也有一些人，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会坚定地走在修行的路上。纵观历代祖师的传记，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似乎命中注定要修道的人，往往具备一些共同的特质。在影片的最后，我也将与你探讨内在的修行之路可能已经被悄然激活的几个特征。一、天生对道有亲近感，受气数影响。道教祖师葛洪在《抱朴子》中就提出过一个观点，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在受孕成胎的那一刻，就受到了天地气数和星宿的影响。天道自然无为，对万物一视同仁，没有亲疏之分。因此，有的人恰好命中了生星，天生就会对修道成仙感兴趣，只要去寻求，就很有可能成功。而有的人命中了死星，天生就不会相信修道这件事，自然也不会去修行。这种听起来有些玄妙的说法，其实源于古人对天人相应的观察。我们都知道，天体运行确实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比如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会影响人体阳气的盛衰，月亮的阴晴圆缺，不仅能引发潮汐，还会影响女性的生理周期，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影响。古人由此推断，其他星宿也必定在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所以中国古代最早的算命术就是通过观察星宿来推测个人命运，甚至预测国家运势。无独有偶，西方也有星座占卜，可见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意识到了天体与人之间的神秘联系，这并非简单的巧合。玉书经也阐述了类似的道理，认为修道之人首先要相信气数的存在。经文解释说，每个人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也就是风土，会影响其先天禀赋，这构成了气的部分。而人与人之间智慧高低、心性清浊的差异，则构成了数的部分。有的人在成胎之时，禀受的亲灵之气多一些，那么他天性就更可能善良、忠孝、聪明，并且向往修道。相反，如果禀受的浑浊之气多一些，那么他的性情就可能更偏向凶恶、贪婪、自私，自然也就不会有修道的念头。气来源于天，数归结于命，大多数人都被这无形的气数和天命限制着。因此，经文用气数所诱、天命所固这8个字来形容这种束缚。又是牢房，故是枷锁，意味着每个人的生命轨迹，包括贫富、寿命、起落，都在一个固定的范围之内，就像被无形的牢笼和枷锁束缚着，难以逃脱。正如庄子所言，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累世积累了深厚的善缘。不是所有人都有机缘修道的，
学习并实践道法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需要有深厚的善缘，才有可能听闻真正的妙法。所以道教经典中常说，希望修道者的道根深厚，是因为宿世积攒了善缘，能够听闻并持诵北斗真君名号的人，也都是因为道心坚定，素有善缘。那么善缘又从何而来呢？经文告诉我们，深厚的善缘往往源于前世的种种善行，传播智慧与善念。比如前世曾广读经典，并且将所学知识用来教化他人，引导人们向善，致力于公共福祉，或者曾致力于方便众人，例如种植树木，在路边挖井，修建桥梁舟船，慈悲为怀，广行布施，又或者乐善好施，设立义田，向饥寒病苦之人乃至动物昆虫等一切生灵施舍衣食，让他们免于困厄。为人正直，品德高尚，也可能在前世为人忠贞仁孝，为官清正廉明，辅佐国家，造福百姓，从不伤害万物，让众生安乐，潜心向道，护持道场。还有可能是在前世就发心向道，平等地教化大众，出资修建道场，刻印经书，塑造神像，传法授戒，引导他人入门。可见修道的机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获得，正如北斗经所说，人身难得，中华难生，正法难遇。有的人即便遇到了高深的法门，内心却充满怀疑；有的人虽然想修炼，却总是被各种琐事和磨难阻挠。这些都是因为善缘不够，功德不足。因此能够有缘分踏上修行之路，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难得的福报。神仙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些故事：仙人王方平发现一个叫蔡京的平民百姓，虽然平时不懂得修身养性，甚至不如很多普通人，但天生就有得道成仙的命。于是王方平主动找上门去，对他说：你天生就有仙骨，命里注定要成仙，但因为你年轻时不懂得修行，现在精气不足，肉身沉重，无法直接飞升，只能通过尸解的方式成仙。这个过程虽然短暂，但就像从一个狭窄的洞口钻过去一样，需要经历一番波折。还有一个叫严清的人，家境贫寒，靠在山中烧炭为生。一天，他偶然遇到一位仙人，仙人对他说：你的骨相适合修仙，于是给了他一卷经书，并教了他修行的方法。从此之后，严清身边似乎总有神人护佑，他运炭下山时，船甚至能自己行走。后来他便辞别尘世，入山修行去了。这些故事都说明，能否得道成仙，有时命或仙骨起了关键作用。而这种天生的资质，追根溯源，往往是多生累世修行积累而来的善果。
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人生的方向。3本身就是神仙下凡。还有一类人，他们注定会走上修道之路，因为他们本就是被贬下凡的神仙，即所谓的谪仙人。诗人李白谪仙人的称号广为人知，贺知章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惊呼：你简直是从天上下凡的仙人啊！道教南宗五祖宝诰中提到的九皇降祭于天台，说的也是类似的故事。传说当时有9位仙人因校对天书时出现差错而被贬下凡间，其中6位通过自身努力修行，最终重返天庭，但另外3位却沉沦于人世的繁华与烦恼中，迷失了本性，再也无法回归。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禅真人也自认是天界神霄府的仙官下凡。他的诗中写道：我的家在神霄天的云端之上，那里有仙宫楼阁，住着无数神仙。这次偶然来到人间，算起来在天上的时间恐怕还不到1年。唐代的叶法善天师也是神仙折将，据记载，他在游历时遇到3位神人，神人告诉他：我们奉太上老君的命令来点化你，你的前世是天界的仙官，因为工作疏忽才被贬下凡，你应当尽快积功累德，辅佐国家，便能官复原职。说完便传授了他高深的道法。这些下凡的神仙因为在天界或许还留有关系，所以通常善缘更好，更容易得到指点，完成任务后便能重返天庭。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那我有没有修道成仙的天命呢？如果没有，是不是就只能放弃了？全真7子之一的刘长生祖师的故事给出了答案。他在一处山洞修行时，弟子们意外挖出一口石井，祖师笑着说，再挖几尺应该还有2口，这里是我3辈子以前修行的地方。弟子们照做，果然又发现了2口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修道并非一世之功，而是累世修行的结果。这一世能够功德圆满，得道飞升，其天命正是源于前世的不断积累。所以即使你觉得自己当下没有仙缘，也不应气馁，恰恰相反，更应该从现在开始修行，为未来的得到积累福报和资粮。因为真正的仙骨和仙缘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修出来的。一旦因缘具足，就算你起初不信，命运也会在冥冥之中引导你走上这条路。正如白玉禅祖师所说，修道之人要用诚心立下志向，用刻苦去践行，用精思去感应，用忘我去契合真道。对于我们这些在尘世中修行的人来说，既要面对外部环境的考验，更要战胜内心的心魔。只有坚定自己的道心，才能在重重磨练中不断前行，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解脱之路。当你真正开始走上这条路，你会发现，你不是在寻求一个遥远的目标，而是在回归真实的自己。
如果你感受到了共鸣，请在评论区郑重地写下我愿种下道缘，静待花开。这不只是一句评论，这是你与自己灵魂的一次郑重签约。当你打下这几个字，就是在你的潜意识深处种下了一颗觉醒的种子。每一次默念都是在用你最纯净的心念之光为它浇灌。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能量场里互相见证，彼此加持，共同走上这条回归本源的回家之路。我们探讨了具备气数、善缘与谪仙特质的人更容易走上修行之路，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天命。然而，天命并非一张贴在额头上的标签，而是一种内在程序的启动。当一个人的因缘成熟，灵魂准备苏醒时，这种天命往往会通过生活中极其具体的征兆显化出来。如果你经历过以下一种或多种，说明你内在的修行之路可能已经被悄然激活。第一大征兆，对世俗游戏的深度厌倦感。这种厌倦不是因为遭遇了挫折后的心灰意冷，而是在一切顺遂之时，内心依然升起的一种强烈的虚无感。你可能拥有别人羡慕的工作、家庭和财富，但你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没意思。你看着周围人为了名利、情感而痴迷、争斗，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觉得可笑，仿佛一个清醒的观众在看一场早已知道结局的戏剧。这种抽离感和疏离感正是谪仙特质的泛化表现，是你的灵魂在提醒你，你来此地不是为了玩这场游戏，而是有更重要的使命。第二大征兆，无法解释的巧合与高频指引。当你内在的修行程序启动后，你的善缘会开始集中兑现。你会发现生活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巧合。正在困惑某个问题，就偶然翻到一本书，答案赫然在内心里刚动了一个想要了解某法门的念头。第二天就有朋友向你提起，甚至在梦中会得到清晰的启示或警示。这些并非偶然，而是宇宙或你的高维智慧在用一种同步性的方式回应你的内在频率，为你铺设前行的道路。这时的你就像一个持有特殊信物的旅人，一路上总能遇到前来接应的向导。第三大征兆，突如其来的痛苦与生命归零。这是最激烈也最常见的灵魂唤醒方式。一场重病，一次情感的彻底背叛，一次事业的瞬间崩塌，这些看似毁灭性的打击，其本质是宇宙在用一种强制重启的方式打碎你就有的错误的生命模式。因为你原先的气数牢笼太过坚固，非此重锤不能击破，它会强行剥夺你所有外在的身份认同和依赖，让你一无所有，只能被迫转向内在，去寻找那个唯一不会失去的东西，你真正的自己。此时的痛苦不是惩罚，而是一剂最猛的良药，是慈悲的当头棒喝。
当经历了上述征兆，一个人下定决心开始修行时，往往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生活非但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更糟了。家庭矛盾、工作压力、身体病痛，各种麻烦接踵而至，这便是修行路上必经的关口。魔考也是上一部分灵魂苏醒后必然相连的下一步，其背后的逻辑并非上天刁难，而是修行的必然规律。首先，这是业力的翻搅与清理，你的发心就如同一道强光，照进了你潜意识这个黑暗的仓库。这道光会把你累生累世堆积在角落里的从未被看见的业力尘埃全部照亮并搅动起来，于是这些潜藏的业力种子便会加速显化，通过你生活中的种种不顺呈现出来，等待你的清理。这就像大扫除，必然会经历一个比平时更脏乱的过程。此时的考验不是新的灾难，而是旧债的集中偿还。宇宙给了你一个一次性结清账单的机会，若此时退缩，这些债务只会以更高的利息在未来等待着你。其次，这是心性的试金石与过滤器，大到不会轻易传给心智不坚之人。你到心一发的瞬间，就等于向宇宙提交了一份最高等级的入学申请。那么随之而来的考验，就是这场严格的入学考试。它要考的不是你的智商或能力，而是你的真心。在顺境中谈修行，人人都可以，只有在逆境中，当你的利益、情感甚至生存都受到威胁时，你是否还能坚持初心？这才是检验真伪的唯一标准。这场考试会自动过滤掉那些叶公好龙、三心二意的人，确保走上这条路的人都具备最基本的诚心与毅力。最后，这是能量升级前的系统排毒。修行是一场生命能量的彻底升级。你过去的生命系统是建立在恐惧、匮乏、控制之上的。当你渴望连接更高维度的爱、智慧与光明时，你原有的低频能量就如同身体里的毒素，必须被排除。而排毒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剧烈的好转反应，情绪的剧烈起伏，身体的种种不适，人际关系的动荡，这些都是你的能量系统在进行格式化和重装。每一个考验都是在帮你拔出一根深植于你系统中的病毒木马。熬过这个阶段，你的生命系统才能真正兼容更高维度的能量，理解了灵魂苏醒的征兆与上路后必经的考验。我们最终要落到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无论先天仙缘深浅，该如何主动为自己创造和积累走上修行之路的资粮？与其等待天命，不如主动造命。以下3个方法便是为自己铸造后天仙骨、积累道缘的根本之道。第一步，从忏悔开始，停止能量泄漏。积累善缘的前提
是先要堵住消耗福报的漏洞。我们最大的漏洞，就是从未被正视的恶业。忏悔不是让你沉浸于负罪感，而是一种清醒的看见和勇敢的承担。每天睡前花几分钟反思自己当天的言行心念，是否说了伤害别人的话，是否起了贪婪或嫉妒的念头，是否做了有亏良知的事。真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下定决心不再重犯。这个过程就是在清理你灵性银行账户里的债务，停止能量的无谓泄漏。一个持续漏水的杯子永远无法装满。第二步，以利他为舟，转化自我执着。积累善缘最快的方式就是利他，因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你利益他人，最终都会以各种形式回向给你自己。但真正的利他，不是为了求福报的交易心态，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慈悲。从身边小事做起，在别人需要时不求回报地伸出援手，在公共场合创造一份便利与捷径，在他人成功时送上由衷的赞叹与祝福。每一次利他的行为都是在破除你根深蒂固的我执。当你心中的我越来越小，道才能越来越多地流经你。你为他人撑开的伞，最终也会遮住你头顶的雨。第三步，守心念如诚，从源头培植善根。一切行为都源于心念。最高级的修行，不在于外在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善事，而在于能否守住每一个微小的念头。当一个恶念如怨恨、刻薄、贪婪升起时，你能否在它尚未形成语言和行动之前，就有所觉察并将它转化？这就像一个高明的园丁，他不会等到杂草长得比庄稼还高了再去拔，而是在它刚刚冒头时就将其根除。每天练习观察自己的念头，不评判，不跟随，只是看见。这种持续的内在觉察，就是为你的灵魂土壤培植善根的过程，是在从最根本处为自己创造生生不息的善缘与道根。探讨谁能修道，归根结底是在探讨我们每个人与自身生命本源的关系。或许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埋藏着一颗向道的种子，只是有的人因缘际会，让这颗种子得以在今生破土而出，而有的人还需要更多的阳光雨露和耐心等待。但无论如何，请不要轻视自己此刻的力量。你看到这个影片本身就是一种缘的显现。从这一刻起，你不必再向外追问天命，只需向内关照自心。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修好自己的身，理顺自己的缘，点亮自己的灯。当你的内在足够清澈，足够坚定，你会发现那条你苦苦追寻的道路，其实一直就在你的脚下，从未离开。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
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